第165章通过考核。那家伙竟然召唤出了紫色的火焰，难道是异火？怎么可能？大厅之内，所有的炼药师震惊地望着那在药鼎之中腾烧而起的紫色火焰。由于有着光幕护照的隔离，所以他们也不能太过确认。不过那种火焰的颜色可绝对不是普通斗气凝练而出的斗气火焰啊！异火！弗兰克与奥托震撼地对视了一眼，旋即微微摇了摇头，有点不像，而且凭着小家伙的实力，根本不可能如此熟练地控制这么浓郁的异火。奥托双眼死死地盯着那随着萧炎的感知力的控制而不断升腾的紫火，沉声道：“的确有点不像，异火可不是这般容易控制。”弗兰克查了查胡须上的水迹，脸庞上的表情同样极为凝重。可为什么他的火焰会是紫色？弗兰克与奥托眉头紧皱，心中有些茫然。他们还从未听说过，除开炼化了异火之外的火焰，有什么火焰会呈紫色？这小家伙不简单呐！难怪如此年纪便赶来考核一品炼药师，原来是有这般底子。看那紫火的浓郁程度，我想这小家伙的实力定然是在斗者5星之上，当真是可怕的修炼天赋啊！缓缓地平息下心情，弗兰克感叹道：“我就说为什么先前第一次见到他时有些古怪的感觉，没想到他竟然还真的在我眼皮底下隐藏了一些实力，这小家伙挺神秘的啊。”奥托手掌掠着长长的胡须，冲着弗兰克笑道：“我忽然间很想见识一下他的老师，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能够调教出如此优秀的学生。哎，与他相比起来，雪妹与林飞都是要差之一筹啊。”微微点了点头，弗兰克笑道：“亏这两丫头争了这么多年，如今这位叫做萧炎的少年却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以后也好让他们知道什么才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向其他城市的炼药师工会发一下通报，请他们帮忙查一下，究竟有没有一位叫做药老的高级炼药师能够培养出这种学生，不该是籍籍无名之辈啊。”挥手将一名炼药师叫过来，弗兰克低声吩咐道。那名炼药师恭敬地点了点头，然后悄悄地退出了大厅。一旁奥托见状，只是微微笑了笑，然后再次将目光投进光幕之中，嘴中轻声道：“他虽然能够操控这种有别于其他火焰的紫火，不过炼丹并不只是光靠火焰、灵魂感知力以及对火候的把握，各种药材需要成分的多少，这些种种都是颇为重要的一环。现在还是继续看下去吧。”弗兰克点了点头，身为4品炼药师的他自然是知道这些，所以当下也不再说话，目光注视着光幕之内那正全神贯注地炼制丹药的少年，不言不语。随着他们两人的安静，大厅内也再次陷入了平静，只不过这一次大多数的目光都一直停留在萧炎身上，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位能够操控疑似异火火焰的少年在别的环节上是否依然能够表现杰出。处于光照之中的萧炎自然是没有闲心关注外面那因为紫火而骚动的大厅，目光粗略地在石台上扫过，然而不急不缓地拈起几种药材，有条不紊地丢进药鼎之中。在灵魂感知力的压制之下，凶猛的紫火犹如绵羊一般温顺，将那丢进药鼎中的药材温柔地包裹而尽，然后将炼制蓄力丹所需要的各种精华材料从中提炼而出。在萧炎这般平缓的炼制之下，药鼎之中蓄力丹的雏形正在缓缓地形成着。虽然光幕之中每个石台都被更小的方形光幕隔了开来，不过萧炎的紫火实在是太过另类，所以在他将之释放出来后不久，分别在他左右两侧的雪妹与林飞便是有所察觉地偏过头来。当他们的视线瞟见那升腾的紫火之后，美眸猛然睁大，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两人药鼎之中的正在提炼的药材顿时在他们分心之下被火焰烧成了灰烬。没有太过理会化成灰烬的药材，两女微张着红润小嘴，愣愣地望着那在萧炎的控制下似急似缓、似热似温的紫色火焰。片刻之后，皆是不由得在心中轻吸了一口凉气。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萧炎的那种紫火确切是什么东西，不过从火焰的汹涌程度上来看，绝对要比他们的深黄斗气火焰要更加难以控制一些便是。然而
从面前少年那从容的举止来看，对于这紫火的控制，他几乎是得心应手般的顺利。而这般控制力度，即使雪妹与林飞心气颇为高傲，那也是有些自愧不如。两女目光从药鼎上移开，最后犹如心有灵犀一般，将目光投瞟向了那将所有心神都投注在药鼎之内的少年。此时的少年清秀的脸庞上并未有丝毫紧张之感，脸庞上因为紫火的腾烧而被映射出淡淡的紫色，不过那股清风云淡的从容气质，却是几乎差点让的两女认为面前的人并非是一个不足20的青涩少年，而是一个有着丰富炼药经验的高级炼药师一般。这种平缓而从容的气质，雪妹与林飞都只是在自己老师炼药师时方才能够看到，而此时面前的少年却是让得他们再次重温了一次。两女的目光略微在半空中交错了一下，都是瞧出一分苦笑与挫败。唉，目光再次在萧炎身上转了一圈，雪妹轻叹了一口气，玉手掠了掠额前的银丝，然后收回注意力，再次将心神投注进药鼎之中。这家伙隐藏的还真深，我竟然又走眼了。再次瞥了一眼萧炎，林飞小嘴轻轻嘟囔了一声。先前还在他心中是路人甲乙丙的萧炎，此时已经上升成了那种拥有恐怖的天赋，值得他极为重视的高级等级。摇了摇头，想起这身份转变的速度，林飞也是苦笑着叹了一声，然后将第二份药材丢进了药鼎之中，开始最后的炼制。将所有心神投注在药鼎之中的萧炎，自然是没有察觉到先前身旁的两女对自己的注视，目光紧盯着药鼎之内。在萧炎的凝神之中，时间过得飞快，不知药鼎内的丹药翻滚了多少次之后，终于是变得圆润了起来。望着丹药表面的色泽，萧炎微微一笑，手掌缓缓地离开了药鼎，而随着手掌的撤离，药鼎之中的紫色火焰也是缓缓地消散。屈指轻弹，药鼎之上的鼎盖被一缕劲风弹了下去，萧炎手掌一招，一枚淡黄色的丹药便是破鼎而出，然后对着萧炎迅速飞来。手掌快速地抓起一只玉瓶，萧炎飞快地在身前一扬，那枚淡黄丹药便是被准确地收入其中。缓缓地将玉瓶放下，萧炎抬起头，竟然是发现周身的光照已经不知何时地被撤了去，而且周围的一道道视线正在紧紧地注视着自己。考核时间到了。偏头望了望，萧炎发现身旁的雪妹与林飞也正注视着自己，不由得讪讪的道。望着萧炎那有些尴尬的神色，雪妹微微一愣，旋即微笑着点了点头，清冷的声音较之先前多了几分柔和。刚到几分钟，不过老师看你似乎还未完成，所以等了片刻，放心吧，不会因此刷去你的考核资格。冲着雪妹感激地笑了笑，萧炎抬起头，望着那笑眯眯走过来的弗兰克与奥托，缓缓走到石台面前。弗兰克若有深意地瞥了一眼萧炎，笑盈盈的道：小家伙隐藏得很深吗？萧炎摊了摊手，没有说话。弗兰克与奥托先是交叉着将一旁雪妹与林飞所炼制的丹药取过，然后细细地观察了一下丹药的成色以及光泽等等，互相微微点头，笑道：还不错，虽然丹药依然有些欠缺火候，不过却也是达到了通过审核的标准。闻言，雪妹与林飞都是轻松了一口气。将两女的丹药检查完毕之后，弗兰克与奥托并未立刻检查萧炎的，反而是绕过他，将后面6位新人的丹药拿起来审核了一遍。而这6人之中，却只有2人达到了要求，其余4人都是垂头丧气的低着头。你们也不用丧气，今年不行，那便明年吧，年轻人，别的没有，时间倒是最多。望着那4人的模样，弗兰克笑着劝慰了一声，然后与奥托对视了一眼，2人再次来到萧炎面前。瞧得弗兰克与奥托的举动，大厅内的目光都是缓缓地停在了萧炎身上。一旁雪妹与林飞也是好奇地盯着萧炎，他们同样想知道这能够操纵神秘火焰的家伙炼出的丹药会是何种等级。顺手拿起萧炎石台上的那张羊皮纸，弗兰克瞟了一眼，老脸微微一变，惊愕道：蓄力丹。闻言，奥托也是一愣，旋即恍然地笑道：难怪小家伙用的时间要长一些，原来你竟然拿到这药方了。听得蓄力丹的名字，
雪妹与林飞便是无奈地摇了摇头。别的不说，光是在这药方的等级难度之上，他们便是逊色了一筹。啧，小家伙有能耐啊，竟然连蓄力丹都能顺利炼制出来。这丹药即使是一些真正的一品炼药师，也难以炼制出来啊！惊叹地咂了咂嘴。弗朗克将玉瓶中的丹药倾倒而出，顿时一枚淡黄色的圆润丹药便是调皮地滚了出来。丹药约有拇指大小，通体淡黄，隐隐有着一圈碧绿波纹夹杂其中，犹如扩散的涟漪一般，看上去颇为奇异。丹纹。望着那一圈碧绿波纹，弗兰克与奥托再次惊叹地咂了咂嘴。炼制丹药，一般当丹药的成色与光泽到了顶峰之时，才有可能使得炼制的丹药出现这种丹纹。丹纹二字入耳，雪妹与林飞便是知道，这场考核，他们两人是绝对不可能比上身边这少年了。恭喜你，萧炎，你通过了一品炼药师的考核。将丹药装回玉瓶，弗兰克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对着少年笑道。闻言，满厅的人都是将羡慕与惊叹的目光投向石台中的幸运少年。那个，听着这话，萧炎眨了眨眼睛，烧着头，轻声道：“那个，我能不能继续进行二品炼药师的考核？”在少年轻声之下，前课上还是满脸笑容的弗兰克与奥托脸庞骤然呆滞。